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稍后加入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哦，因为这一回联合利剑 2024B 今天上午的时候就看到了央视实时的在直播，包含了微博，就是央视新闻的官方微博号，它一早7点钟线上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截至中午12点已经有超过了600万人同时在线上关注军演哦。那除此之外，其实包含了所有央视的一些直播平台，还有他们的微信视频号，也都是这样子实时在直播哦。那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些留言飞快的往上洗啊，那中国大陆的民众也都非常关注这一件事情，然后喊着说啊，我爱中华。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利剑 2024B 也代表着这个中国大陆的态度，就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哟，所以不能够容忍赖清德的新两国论。那再来我们看一下2024B 为什么选在拂晓出动、破晓出击呢？有专家就解释就是分析，他说这叫做由训转战的氛围是很浓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东部战区，他就发布了这个整戈待旦、破晓出击的影片，展现出来这个解放军就是这个军演的气势包含了陆海空那多方面的这个预备动作，破晓出击。那根据陆军呢，这个大陆的军事研究员，他们就讲说，解放军这次的演练任务呢，其实它是选在凌晨夜间来发动这个军事射压行动那由兵力机动展开，然后到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射压，随时可以由训转战。那当然，中国大陆的各大平台全部都被这个消息给霸榜了。在微博热搜上面，大概前十篇里面就占了7、8篇跟这个相关的，就说解放军抵达了台岛，夺取综合治权，东部战区展开了 2024B 的演习，还有联合利剑 2024B 的相关的热搜词条。不仅在微博、百度，然后甚至今日头条、抖音，全部都是这一个相关的消息哦。那我们看到中国军号的这个微博号，它也放了这样子联合利剑，绝不容许这个谋独挑衅，坚决粉碎分裂图谋。还有东部战区也是这样子讲，头枕波涛，整戈仗剑哦，那都是在跟这个台独喊话。那人家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军演的范围其实也释放了一个浓浓的讯号，就是越收越紧。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一段军演的这个比较图现在目前蓝色的区块是2022年当时裴洛西来台之后的围台军演，这个6块这个军演的地区。那黄色的地区呢是联合利剑 2024A 的示意图。那对比起来呢，红色的区块呢更集中，更离台湾接近了。那它这个是联合利剑 2024B 的示意图，所以等于说往台湾包夹得更近，勒得更紧了。那所以这一次呢，除了这样的联合军演，那当然还有包含了海警我们看到海警它这一次是这样子，整个包围台湾式的这样子的围绕台湾一圈所以最后这个图才被加上了一横，这样作为整戈待旦的旦字。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包含了空军、陆军、海军、火箭军，其实都在这一次的联合演习空军是各型的战机从东南沿海数个机场起飞之后完成集结，然后依照作战的编队前往任务的空域。那陆军的话呢，它是由这个远程箱型火箭炮分队来快速完成人员集结，然后这个也是进入到了高戒备状态。那海军的部分的话，是由中国大陆的海警2901，然后1305编队、1303编队，还有2102编队沿着台湾这个周边来进行这个绕行的这个完成。等于说第一次这样子环岛周边的海域。还有更让大家瞩目的就是火箭军火箭军呢也是这个连夜向这个作战地域发动这个机动转进那快速的完成发射准备，建立高戒备状态来完成这个后续听令，随时来进行打击行动。所以这一次陆海空包含了这个火箭军全部都是备战的情况。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他们这一次的这个围台军演人家讲说迅雷不及掩耳啊，那突然在半夜宣布之后，凌晨就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军演，完全没有给大家一个预备的时间哦。路透社讲说，还有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他甚至没有给结束的时间。换句话说，就是他要演习到哪一天不晓得，会不会真的由训转演？现在真的大家要提高警觉，就是不能像是现在有一些绿营啊，或者是一些青鸟啊、侧翼啊，还在那边讲说啊，我们还是这马照跑，舞照跳啊，又怎么样呢？不能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待哦，因为他并没有给一个结束的时间点，它现在是要模拟封锁台湾北部以及南部的港口，还有国际航道，是要阻止国外的势力介入。那刚刚我们看到韩国媒体也在讲说，辽宁号啊，这一次其实也参与其中啊，因为辽宁号呢，它不是才从三亚现在往巴士海峡通过嘛？刚刚甚至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我也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这个最新的消息，我这边展示一下，辽宁号的这个航母编队哦，现在已经加入到了联合利剑 2024B 的演习当中了。这是刚刚中国大陆的一些最新的快讯消息。那所以看起来这个演习又更加升级了，因为有航母的加入哦。那所以我们来看看美国现在表态说他们会密切监控，然后跟中国大陆喊话说不要损害两岸的和平。现在国际之间都在关注这个消息。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我事实上昨天就看到一点迹象了啦。昨天我们小舰长吕律师就看到了，因为海警编队就开始南下了，而且他那个辽宁号在巴士海峡要往上走，就是要走到台湾的东海岸嘛。对，所以昨天就看到一点迹象了啊，所以小舰长就觉得说明天可能要有事啊。所以小舰长是少数昨天就直接讲了啊。那这个他这次的三亚那边还有一艘会不会接着也？这个不知道啊，这个我不敢讲。只是说现在看到辽宁号就从三亚过来。对，现在就是我觉得这次的你刚刚讲的说距离更近，其实一般人感觉不是那么大啦。我觉得主要是有4个海警编队了。他上次联合利剑 A 啊，那基本上海警队都是在外岛，比如说乌丘啦、那个地带啊。那这一次是直接到台湾啊，对，所以它是北中南东各有一个海警编队嘛。那一个海警编队应该是3到4艘船，所以因为今天才第1天，而且他没有说结束日期啦，就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他这个海警编队是玩真的吗？玩真的就是说他会不会真的做登船临检啊，或者是那个距离台湾的那个24海里就直接进来，因为他不承认嘛，那金门那边基本上他都进去了。那对于台湾这个我们的海域啊，他是不是真的就不管了，他就进来啊？那据我了解，目前在花莲、屏东还有台中那一边，那个反舰那个的发射器都已经举起来了，我说我们这边了，对啊，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进来嘛，这是第一个啦。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所动用的武器的种类更多了，比如说我听说这次潜艇也来了，还有空中加油机，我就不知道空中加油机是要干嘛。那难道是说，有时候可能要飞关岛吗？这个我们不知道。可是因为他这种演习的性质都是不发实弹啊，所以不发实弹，所以是以心理的威慑为主嘛。那可是坦白说，不发实弹并不是说他所出动的武器都没有装实弹，它实际上是装的，它只是没有发射，它没有发射，那没有发射，当然就它不用事先预告嘛，然后它就要凸显说，这个是我的内海，我的内政，我随时可以举行这样的军演，我如果对这个事情有不满意，对两岸的发展状况，那我可以做这样的警戒的动作啊，而且这一次东部战区的新闻稿有英文哦。有英文版的，那我认为就是写给布林肯看的，因为布林肯说台湾的国庆活动是例行活动，那
中国大陆没有理由军演，所以他就写了一个理由给布林肯看的，哇，那他这是有一个英文的新闻稿啊。那我觉得这个联合利剑的演习，未来我们可能会预期，它每年应该会有3到4次吧，因为上一次是520嘛，那这一次是10月14啊，那今年应该来不及第3次了吧？啊，那可是未来我觉得每年可能都会有3次左右，他也要把它例行化，简单讲，他也要把他的东西例行化，然后例行化，那就是告诉你。你的动作越大，我就离你越近。那出动的武器的类型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会不会实作？实作如果不涉及发射实弹，那就是海警船嘛。它会不会真的做拦查啦？那这个就考验我们的海巡署了。因为据我了解，海巡船有出去了，可是就是目击了。再对着看，我们有一张那个图，可不可以切换一下？就是海巡很近距离的看到了海警船就在前方，然后我们也是有影片这样子拍摄下来，就是我们的海巡就是目击了，对，然后这个叫监视啦啊，我们的用语叫监视啊，那另外还有我们海军民船舰也出去了，那人家对方是辽宁号我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来一个舰队了，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啊。就是大陆出动的海军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也不知道民船舰能做什么事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啦，就是我觉得这一次还是比上次要更接近。他每次都是做就是就定位了，然后就距离你越来越近，那未来会不会有实作的状况？我觉得还要观察。好，接着请教介老师。其实大陆会做出反应，我觉得赖清德他们应该有预期啊，因为大陆在赖清德前几次讲话的时候已经说了，就是说台湾方面如果有关就是说台独的言论或者措施然后说一次或做一次，大陆就会做具体反应一次。所以大陆已经说了，倒是如果这一次他没有具体的反应的话。那他前面说的话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讲一下空话了。我整个看起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情况两岸情形就是你赖清德讲一次，大陆就演一次。那这个大陆方面也是讲了，就是说由言转战，并不是不可能那变成就是说，其实这个动作来讲的话，是两岸关系这么多年来感觉上是越来越严重，动作越来越大。以前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大陆就是说在江泽民时代就是飞弹试射或如何那现在基本上就是，当然大陆的军事力量跟过去也有很大的差距进展很多，所以他轻轻松松噼啪就把你围起来了，这是已经第3次围岛了那这个围岛的速度那么他的方法，我觉得他们都是有详细的计划的。那么有详细的演练的目标的那将来当然是为了实战进行演练将来如果两岸发生战争大陆基本上大概就循这几个方式那当然如果说他现在如果说是蟒蛇战术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蟒蛇战术的一个具体的展现嘛。他现在这一次已经派出海警船了，那海警船会不会就是说在台湾的周边水域对这个在台湾周边水域的各型船只进行登船临检。实行这个中国大陆所谓的对台湾及台湾周边水域的主权管理，成为主权管辖事项。我想这就是中国大陆可能我们觉得值得密切，因为这是第一次4个编队的海警队环岛这样子巡一圈。我记得大概差不多几个月前，大陆海警队已经在这个台海上对台湾的这个渔船已经进行实施临检了。对，那这一次会不会同样的对台湾的船只，还是说行经这个台湾附近水域的国际船只行使临检权？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观察的。不过从军事的目标、军事的项目来讲的话，基本上就变成就是说，空军抓制空权，海军抓制海权，然后呢，火箭军就是越境打击嘛。火箭军以大陆的这个
火箭炮的部队，不要讲导弹啦，就是火箭炮的话，大概300公里到400公里的距离，对他们来讲，完全是这个好，在他的常态攻击能力范围之下，而且是制导式的打击。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大陆对这个赖清德的这个各种台独的言论哈，真的有一点说到做到，你说一次就演一次，而且哈，说一次每一次反应的力度哈就加大，这个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新常态。所以这就看将来赖清德他是不是要继续哈逞口舌之快了，哎，到时候还会有2024C 了，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军事演习的目的是要在一个不是战争的状态下啊，公开的把兵力投到这个战场上去。那这个当然对于台湾来讲会有很大的威慑力量，对于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菲律宾或者美国，那也是展现出它的作战的一个能力啊。我们看到从裴洛西来的第一次的军演，然后到520赖清德的演说，然后到现在那么双十的演说，当然也包括这个10月7号的这个所谓的祖国论啊。那合在一起的时候的3次的军演，其实它构成一个拼图了，这个拼图完整起来了。也就是说，每一次的演习的目的，其实就是在于演练怎么去打。我们叫做打法。我们在军事演习的时候，我们通常都知道我们演习的目的在哪里，然后我们会提升我们的战斗员、指挥官他的这种打法。所以每一个指挥官他都知道他的作战区、他的任务在哪里。火箭军要怎么打，然后海军要怎么打，空军要怎么打，还有就是陆军的这个集装火，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集装箱的火箭弹要怎么打，其实都有他的演习的设定跟他的目标。每一个指挥官、每一个指挥员、每一个战斗员，他事实上都有一个一定的标的，他在做练习。所以每一次的演练，他的作战能力就往上提升。而且一般来讲，我们通常如果说不是在这个战场的现地进行演练的话，它有隔了一层。可是现在是针对于台湾直接做演练，那也就是说，台湾就在这里，然后解放军在每个地方就练得怎么打你。辽宁号航母到了台湾的东部海域，在这个东部海域中，对于这个制航基地、对于嘉山基地要怎么打，其实都在做演练。你火箭军怎么支持这个辽宁号的航母？火箭军怎么去围堵这些美国或者其他的域外国家要进来的话，他要怎么去防控，要怎么去打法？其实这个都摆得很明白。主要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整个战略目的就是对于台湾全岛进行我们所谓的封控、封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才会有出动海警的编队。海警的编队在封控军事能力整个控制整个战场之后，海警就在这个海域里面维持海上的秩序。所以国际的这些货轮、民船非武装的船只可以在它的管制的范围内照常的来进行运输。所以等于是确保你东北亚地区、日本、韩国等你的进出口的货物不受这个战区的影响。所以他就把这个战场把它局限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的演练也是在告诉世界各国，也在告诉台湾，也在告诉美国、日本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解放军有足够能力控制这个地方。你对外国的宣传说台湾海峡或者南海之间会影响航路，这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海警可以管控这个整个海上的秩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真主党已经向以色列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先来看这则消息以色列北部呢，他们现在有一个军事的基地被真主党的无人机给击中了，那就是这个宾雅米纳他们的这个军事基地附近的这个现在已经是被攻击了。那真主党就讲说他们现在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就是要报复以色列啊。那特别是对于
贝鲁特这一番的这个轰炸，所以他们现在也要以牙还牙。那这一次的袭击也造成了4名的以色列士兵死亡，还有67人受伤。以色列时报也讲了，他说这个是自杀式的无人机哦。2006年以前，真主党其实是向伊朗购买了大概8架这样子的无人机，所以对他们有这一番的攻击。那更让大家瞩目的是，奇怪，这一次的无人机进入到军事基地的时候，怎么防空系统是没有响的呢？那黎巴嫩真主党现在讲说，他们不仅是发动了无人机，也跟以色列展开了巷战跟搏斗哦。那他们现在正在进行地面战斗。那美国是赶快来派兵哦，就是派了100名的官兵，再加上萨德系统要来援助以色列，说最快在7天就会抵达。那拜登也证实了这个消息啊，他说现在的确已经把这个萨德系统下令了五角大厦赶快派过去以色列这边来做一些空防啊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以色列呢，其实是不是也向全球展示出来，我谁的话我都不听哦？他们现在甚至坦克直接闯进了联合国的基地，还冲撞大门放烟雾弹，导致了维和士兵15人受伤。那他们这样放烟雾弹，也让他们这个造成一些身体不适。怎么已经朝着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开始这样子进行攻击了？这是让大家所不能理解跟抨击的。以色列的国防军就讲说这个其实呢，袭击的地点是距离这个联黎部队的营队很近那一辆坦克它是在帮助撤离伤亡人员的时候不小心倒车进去的啦，所以我们也不是故意的。那可是这个说法恐怕大家不太相信。那现在中国大陆也是主要的一个维和部队那他们也有一段影片，现在的确在这一边枪声、炮弹声真是不绝于耳。我们来看看。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警报声、枪声、炸弹声等等都不绝于耳，火箭弹、无人机往来不断，距离我们营区爆炸点最近的不足1公里，弹片砸落在营区。我们每名维和官兵，无论是在执行任务还是在营区，都要求全程佩戴防护装具，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交火。恐怖袭击。对，以色列这样攻击维和部队其实这个有40个国家强烈妨责，但是没想到大谈雅胡的回应是说，那希望这个维和部队赶紧撤离他就觉得你在碍事，你在挡我的这个路线妨碍我的攻击，所以希望你们赶快立刻离开，不然疯起来我连你都打。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看以色列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停下对于哈马斯的这个的反击那他现在讲说他们的策略叫做封锁北加萨，用饿死哈马斯的方式，然后格杀令来建立新的政府。但是呢，问题是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加萨的人民那他现在不管那么多了，他现在要切断一切对内的人道援助。那因为哈马斯在里面，所以他要用这个方法，就是不管你是一般人还是哈马斯，我现在把你通通给饿死，然后我清理你们之后再来建立新政府。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伊朗已经讲了，他们说这个现在已经做好战争准备，但是现在目前不寻求开战，但是期望这个世界是能够有一个公平能够给黎巴嫩跟加萨公平跟和平那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他就讲说，这几天虽然我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遏制这边的全面战争爆发，但是也要明确的表示捍卫人民跟利益就是我们伊朗自己本身的这个利益是没有红线的。也就是说，你真的踩到我这条线的话，我还是要进行大规模反击在对以色列喊话。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以色列这个都是现在进行式啦，这个场景让我想到纳粹要去打捷克，要去打波兰，然后英国、法国就在外面一直说，哎呀要怎样要怎样，什么的也没发生。以色列现在有2个计划同时在进行中一个是他要把黎南，那听说目标是打到利塔尼河，那个已经打得相当进去了因为这条河基本上它有充沛的水量以色列缺水嘛所以他也认为那个是一个自然的边界。事实上1948年独立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就认为它的边界应该到那边。它只是后来没有发生那他已经进入了15000名精锐部队，已经准备要开始打了。而且黎巴嫩现在真主党还没有动用正规军
我认为这个地方一定会打，而且会打得非常惨烈。双方都会死很多人，以色列也会死很多人，因为那个地形并没有像乌克兰这么单纯啊。乌克兰是平原嘛，这有点丘陵高地，什么都有啊。那另外一个是加萨北部，就是他往前弄了一条线啊，这个就说超过这条线的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给我离开啊，因为他要停止供应食物跟水，因为他认为就是我们讲的加沙 City 了哈，本来北加沙这一块本来那个巴勒斯坦人大概有100多万嘛，那现在只剩下30万，30万坦白讲就是走不掉的啦，以色列不管，就你给我走掉，不然我立刻停止供应食物跟水。也就是说，简单讲就是你会被饿死了。那他说他就是要逼哈马斯出来，他认为哈马斯在北加萨还有5000人。那101个人质，他认为就是被他们藏起来啊，所以以色列这个等于是用最后一招，这个我认为这个根本就是贱招啦。你想想这样会害死多少当地人？因为当地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取得粮食啊。对，那你要逼他离开嘛，啊，而且纳坦雅胡是立即就他的以色列军队就立即闯进去了，叫你立刻离开啊。那本来那个有盖了一大堆帐篷嘛，都给他们住了，现在全部都把它拆掉，啊，那这里会造成极大的人道危机啊。而且我跟你讲，这两边以色列通通都违反国际法，因为黎南那边是有维和部队的，那按照联合国1701号决议，除了黎巴嫩的政府军还有联合国维和部队之外，其他的兵士都不能进来了，其他武力都不能进来。那以色列就说，真主党不是进来了，我为什么不能进去？那现在又就用这个当理由了，那就说你维和部队根本没有办法不让真主党进来嘛，所以我当然要进去啊！你们就是一群饭桶，你们赶快离开吧！我觉得他的逻辑就是这样，这个是公然挑战国际法啊。对，然后，加沙是巴勒斯坦预定建国的土地，你怎么可以占领？而且他这次就是要占领啊，他要把他们全部赶走，然后他说要进入军管啊，那以后不发食物跟水，你们如果要继续待在这边，那你自己饿死你家的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局面已经非常非常糟糕的状况，而且都已经进入实践阶段。那安理会5国什么办法也拿不出来。好，来请教季老师。对，以色列事实上它是建国的历史的良机啊，就是说这个1年打这个加萨走廊啊，这个没有遭遇到什么阻碍啊。对，他用的打法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那是纯粹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什么叫种族灭绝，你就看以色列打加萨走廊就叫种族灭绝。对，那问题就是说他遭遇到什么阻碍？没有啊，美国叫，好像跟他演戏一样。美国给的炸弹，给的这些经济援助，没有少一颗子弹啊，没有少1毛钱啊，对不对？最近说这个要为了防备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的这报复性攻击啊，这萨德系统都要搞过去啊，对，所以美国对以色列那就是完全毫无保留的支持，对，嘴巴上虽然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咕咕哝哝的，行动上是完全无条件的支持。那另外一方在外交上在国际舆论上，以色列觉得这些跟蚊子在那边叫一样，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以色列这个从建国开始现在是他建国继续往他建国大业往前推进的最好的历史性机遇。所以我看已经有一些西方媒体以色列正在掌握最好的历史性机遇，在各条战线上就是说怎么讲呢？然后呢，继续快速往前冲。对，那本来这个黎巴嫩跟以色列的矛盾没那么深啊，而且你要知道，黎巴嫩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以色列凭什么派军队进人家国家里面去打，东打西打的？而且这个看起来我们会觉得困难重重啊，有1万多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在黎巴嫩南部跟以色列边界这个狭长的30公里这块土地里面它的基地是几十个
有50个国家都派了维和部队进去，包括中国大陆有443个维和部队也在黎巴嫩啊。对啊，这个看起来好像说这个地方已经够挤了，以色列他能怎么样？那以色列就是照打，而且最近啊，他不是打伤了好几个维和部队吗？40个国家联名谴责。内塔尼亚胡最近公开回应了，他说啊，为了避免造成你们继续伤亡，请你们向北侧5公里吧，到这个利塔尼河以北去，不要在这个地方妨碍事情。那很多国际社会的分析是说啊，最后可能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会撤离。这就是以色列看到的历史性的建国机遇啊，那是不可能退的，只有继续打。赖老师，美国可能估计以色列准备要攻击伊朗了啊，目前的估计是这样，因为它的萨德系统送到伊朗要7天左右啊才能够送到，虽然它的先遣部队的人员已经送过去了，但是这些系统要能够送过去要一段时间。那由于上次伊朗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啊，就是反击。本身美国的神盾没有办法拦截得下来，所以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几十枚的导弹打到了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它的机场被打了20-30枚的导弹啊，那这个都是事实。所以对美国人来说的话，那如果以色列这2天或者这几天对伊朗进行攻击的时候，伊朗反击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那伊朗的反击几率高，伊朗相当有可能会根据以色列这一次的攻击，它会再扩大一些反击的范围跟区域。美国的神盾没有办法拦截到，那怎么办？萨德系统所以出动它最顶尖的这个防卫系统，所以它是赶赴过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拜登他说他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整个以色列的安全。那也就是估计我从这一段话里面，还有五角大厦的判断的动作。估计以色列大概在这段时间内准备要开打了，那伊朗反打的可能性高了，因为伊朗很明显的，他的总统跟这个普丁在土库曼的谈话里面应该是蛮有成效的。那很有可能，我们也看到了，伊朗的外交部长也到了沙特去了，也寻找这个沙特王储的支持，至少不让这个以色列穿越他的领空。那如果以色列无顾于这个沙特的意见，直接穿越领空，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以沙之间的关系也会产生变化。那么沙特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也会产生变化。所以我们看到中东地区确实比以前更加的混乱了啊。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真主党确实不是哈马斯，真主党的作战能力很明显的比哈马斯还要强大。以色列原本认为说，他前几波的攻击，包括这个 BB 扣的攻击，应该是重损了真主党的力量。可是很明显的，真主党的这2波的反击，它产生了很高的效果。尤其是这一次的突围的成功，也就是说，以色列的雷达原来看到2架无人机，就燕子丁，这是伊朗制的伊朗所制造的燕子丁燕子T这燕子T的这2架无人机。基本上来讲都被以色列发现，有1架被击落，另外1架突然间在雷达消失，所以估计很有可能它就贴着海平面飞，而且是在雷达所看不见的地方，然后就进入了以色列的北部，对于军营精准式的打击。而它打击的时候，就是在于以色列的军官跟士官士兵在准备进行作战任务前的集会中进行打击，所以这次的伤亡很大，4个人当场死亡。然后7个人重伤，14个人中度的受伤，68个人受伤。你可以知道这一次的攻击是很有效果的。同时，火箭弹100多枚就反击了，这代表什么？那个黎巴嫩的真主党似乎已经开始恢复他们的通讯系统了。那这个通讯系统的恢复，可能要感谢华为。当然，这个时候讲华为好像不太好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他们改变了采购的方式，然后刚好华为被美国人制裁的情况下，美国完全无法侦测到华为的任何的通信系统，以色列也害不进去。我觉得这个反而会激励中东更多的国家向华为下订单采购，因为很明显的，以色列到目前为止害不进去他们的通信系统，代表这个后门防火墙是很强大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
好，今天有一个消息哦，一出来的时候，立刻霸占了大陆的像是微博啊、今日头条相关的这个热榜第一哦，就是美国被抓到了，因为大陆的央视揭开了福特台风计划的真相，就是美国想要嫁祸他人哦。这是中国大陆的网络安全机构发布了第3份的专题报告，揭露了美国政府机构以及五眼联盟，他们针对中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的网络用户进行大规模的网络监视跟资料窃取哦，吓到大家哦！就是原来我们都一直被美国给监视着，那中国大陆是掌握了美国骇客嫁祸他国的证据哦，等于是自导自演，被称为这个福特台风的政治戏码。那为了要适应这个战术，美国的情报机构还专门为了掩盖这个网络风向啊，还做了这种这个嫁祸他人的工具包，那号称为大理石。那技术团队还调查发现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呢，他们把这个绝密级的资料，那就是牢牢这个里面显示出来，他们把全球最重要的大西洋海底光缆以及太平洋海底光缆这些网路节点呢，那他们前后建立了7个国家级的全流量监听站。那其实德国也被排除在五眼联盟之外，被划为第3级的伙伴。那美国是不是也很忌惮德国？当然他们长期对于德国总理啊、外交部长还有驻外大使还有总领事等高级官员都在进行内容监听。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消息就是美国监听梅克尔手机啊，那个时候就闹得非常凶，所以美国一直对于德国好像就是有所忌惮，就觉得你会威胁到我，然后就觉得你没那么听我的话，所以德国一直在监视名单当中。那再来中美谍对谍现在美国的媒体有讲说，纽约市长的幕僚这个郑其荣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很接近，他说了，他长期一直跟这个中国共产党政权有联系，然后呢，这个亚当斯就是纽约市长他作为他的幕僚，他去参加了华人社区的这个荣誉大使那时候亚当斯就任命他去担任荣誉大使，然后还去筹款然后作为亚当斯跟中国大陆那边的联系，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还有他们在这边还提到了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华裔的科研人员都被认为说是间谍，所以现在这一波也这个影响到了246位这个科学家，然后其中的103位的职业生涯直接受到了影响，甚至是被毁那我们看看，现在还有这个无人机，神秘无人机到了美军基地17天，美国是不是又要再炮制中国的间谍气球事件就开始绘声绘影，又在暗指说这样子来骚扰我们美军基地的无人机好像是不是又来自于中国大陆？那另一方面，我们在讲说今天2024B 的这个联合军演嘛，利剑军演。那其实北韩这边同样也是正在进行军演北韩军方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准备射击的命令，冲着是谁？冲着是南韩因为南韩不断的就是透过了这个空布传单，然后空拍就是无人机啦，不是空拍机，无人机来这个影响到北韩这边，所以北韩现在已经说了重话我们看到这个金宇镇就讲说，厚颜无耻、幼稚狡辩急于回避责任，甚至呢，他们现在已经做好了一些应战的准备了嘛。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北韩目前已经确定，他要把那个南北韩的连外的道路都把它炸掉。听说已经在最快今天就会发生也不知道他要干嘛这个，可是这个很令人有兴趣的就是，是不是朝鲜半岛跟台海同时出事这个是很多人在忧虑的啦。对，就是说，那目前看起来朝鲜半岛那边出事的几率比较高那因为韩国出动了无人机到平壤上空丢传单这个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也不知道。然后韩国国防部竟然说不是他们干的，那韩国的民间团体可以这样这我实在是难以理解这个无人机飞到平壤的上空，而且不是1天是3天，所以就把这个金正恩以及他妹妹啦，他跳出来讲话我觉得这个情势值得观察啦，因为目前刚好美国的航母不在亚洲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发生一些事情
人家也在观察看美国的态度如何啊。这个，那我认为另外那个美国被抓到了什么网路啦，什么样的，这个其实都不用意外啦。不然美国 CIA 要干嘛？美国有一个单位就叫国安局啊，那谁就是做这件事的啊。而且美国应该有8大情治系统吧，它本来就有一些业务固定要做的啊。那如果它监控的单位是欧洲，那就更不用感到惊讶了。我认为亚洲这些有双边共同防御条约的国家，一定也是如此了。所以你去看日本嘛、韩国嘛，这个如果你是非常明显的对美国有意见的政治人物了，其实美国要整你也是蛮容易的，就表示他随时都有在收集你的资料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啦，这个就是反正就是你重点是你能不能把他抓到了，那抓到也没有用了，因为那个是体制性的，你抓到这个人，那下次会有另外一拨人来做啊。就好比那个梅克尔在奥巴马的时候，不是抓到监听他的电话，那你认为肖兹现在没有被监听吗？除非肖兹改用华为手机，那肖兹是不是轮到被中国大陆监听？就会变成这样啊？谁叫你自己没有发展出这样的系统？这个很难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这一类的东西啦，就是你会很生气啦，可是谍对谍就是博弈中的国家的必然有的行为了，连以前两岸都有，那何况是美国跟中国？好，来请教介老师。这个中国大陆揭露这个美国的这个福特台风计划哈，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哈，掌握证据的，把美国这个在全球啊，包括他盟邦啊的重要政治人物进行监听的这件事情啊，把它揭露出来。其实这个老早过去零星很多事情也就爆发出来了，在那个 WikiLeaks 里面哈，那里面就已经吐露出来，这个美国在监听啊，包括马克宏啊，包括梅克尔啊，都是被美国长期监听的对象。对，另外这个大概1年多前啊，那个时候这个丹麦的那个也发现一个丑闻，因为它这个太平洋的大西洋的电缆的这个登岸处是在丹麦。所以丹麦的这个情治机构就跟美国 CIA 合作，在这个海底电缆这个登陆的地方设置监听装置，装监听所有透过海底电缆这个大西洋跟这个北美之间的所有的这些通话，那么也监听这些大西洋这一些彼岸美国也监听大西洋彼岸这些欧洲的政治人物的通话，所以其实你会很吃惊说，这个不是这个这个德国啊，什么欧洲都是美国的盟友啊，美国干嘛要监听？我跟你讲，在情报上的话，所有人都是潜在的敌人，都有可能变成他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那所以尤其是德国在2次大战的时候是几乎要统一欧洲，让美国在美洲难以这个怎么讲呢，睡得安稳的一个国家。所以现在美国对欧洲里面驻军最多就是德国以为是保护德国吗？不是啊，就是就近看管。那德国是不是有一天会跟美国闹翻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呢，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永远的，随时都可能朋友变敌人敌人也不见得一定变朋友可是朋友变敌人机会是蛮大的。所以他们这个情报工作是做得非常绵密的，到处都在监听那掌握各个地方的情报，因为美国是世界性的霸权他要掌握世界的任何的事情都要在事情发生之前，他就要能够先掌握，不能变成就是说所谓的状况外。那这个就需要怎么样？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强大的情报这个监听能力，这个美国在这方面的投资是从来不手软的。这个 CIA 的经费向来每年都是上百亿美金在花的，这个都是花在这些地方，这累积的功夫是滴水穿石的。所以美国不是只控制美国，美国是在控制全世界。那不只是他的敌人他要控制，他的朋友他也控制。所以呢，美国这个霸权不是一天一夕造成的，也不是这个嘴巴说的霸权，它是有控制能力的，它可以控制你。
它可以很多状况，它可以让它发生，可以让它不发生，这才是真正有权力啊、有影响力的霸权。这里面建立在什么？就美国在情报收集啊、这个窃听，然后情报的这个散播、掌控上面哈，它下的功夫就是这么大。那你如果要跟美国抗衡的话，你没有足够的这样子的情报能力的话，那多多少少要吃很亏，都要吃亏的。难怪很多政治人物被拿捏哈。来问一下赖老师。很多政治被拿捏，意思就是说拿捏很多政治人物都有把柄的意思哈。美国当然很想要知道他对手在想什么，想要做什么。那他更想要知道他的盟友，所谓的盟友啊，有没有同床异梦啊，有没有想别的事情啊？所以美国对于他的盟友从来是不会信任的，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是，大陆在这一次里面，它展现出来是它的网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它不只是网络战的防卫能力强，攻击能力也是一样强大，因为你防卫能力跟攻击能力是一体两面。大陆能够在这一次整个把美国的网络战整个公布出来，其实也是在提醒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欧洲的大国，就是说你有没有掌握美国怎么对你做网络工作？你如果没有，那你要想清楚，你也可以跟我合作。我觉得这个是大陆在展现它的网络作战的一个强大的作战能力系统，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道理而且会在这个时候一步一步的公布，因为所有的公布都有证据的，所有的公布都是在专业人士里面是可信任的，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实力的一个展现啊。另外，我是不太了解赖清德跟尹锡悦他们两位先生到底在想什么。尹锡悦先跑到南海去跟菲律宾对于南海的事情，而且他说他支持菲律宾在南海闹事。那尹锡悦做这样事，很明显的就在挑衅大陆。赖清德从10月7号，然后到10月10号，他也努力的在挑衅中国大陆。尹锡悦在挑衅大陆的时候，他同时也挑衅朝鲜，所以他的无人机1个月内3次到了平壤去。那1个月现在才10月而已3次到平壤。那对于金宇镇来讲，对金正恩来讲，你已经超过了吧？对。所以当朝鲜开始做出反制的时候，尹锡悦要展现出他更强大的反制的力量。可他现在在韩国的民调支持度又跌回历史的新低了。这代表什么？韩国人并不认同尹锡悦的这种做法。他跑到南海去，以为说配合菲律宾去南海闹事，他就会成为另外一个 QUAD。也就是美国、日本、韩国再加一个菲律宾，一个新的 QUAD， 把中国大陆把它加起来这样子。尹锡悦他认为韩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可是我看到大陆现在官方已经释放出第一个讯息了，大陆会反打了，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它的组合拳会对菲律宾跟韩国会出现反打的这样一股力道。那对于你看这一次尹锡悦到东盟开会的时候，李强就没有跟他见面了。跟石破茂有见面，对，但是跟尹锡悦就不见面了。这代表什么？中韩之间的关系在产生变化。现在朝鲜的动作是越来越强烈了。尹锡悦要装得很勇，但是问题就在于你韩国真的能很勇吗？